你好，我是木鱼。我是一位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提升自我觉察力，发现更真实的自我表达，以及在现实世界更好的实现自我的成长教练。我同时也会做一些冥想的引导。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欢迎私信联系我，和我做更深入的连接。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关于心魔这个东西。心魔听上去很玄，但实际上呢，它可能代表你的创伤，你最近的最强的业力纠缠。一个人也不只是会有一个心魔，可能有好几个。但每个人呢，在近期都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这个课题呢，我愿意把它称之为心魔。它可能会显现成你在外界遇到的某些事情，不管是在关系中、事业中，还是其他的疾病啊之类这些，它都有可能是和你的心魔相关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你近期的心魔是什么，以及有什么样的建议。1、2、3、4。那么现在就沉下心，把注意力拉回到你自己。一次深呼吸，然后选择其中一组。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你好，我们来看一下你近期的心魔是什么。星币1，圣杯3，节制。感觉这个和合作有关啊，这应该是跟事业相关的一些事情，有可能是涉及到上下级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东西有可能呈现为你的领导、你的上级、你的合伙人对于你们这个付出与收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分配不是很公平，就是有一种自己付出的东西被辜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可能你在职场中，在事业中，你遇到有人通过人情这样的方式去抢夺了你应得的东西，去压住了你的成果展示啊，就是有这样不公平的存在，让你感觉自己并没有被看见。我的感觉大概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翻一张建议吧。竞争和自己打架，然后是伤敌1000，自损800啊，想着要报复，或者说是以同样的方式去把这个东西给夺回来。但是呢，这样的方式它必定会是损耗的，
且不说对方失去了什么，你首先就要失去很多东西啊。如果说你要以一种这样的方式的话，我的建议会是，首先，你可能需要把心态更拉远一点，就是说，不一定只看当下的利益，特别是如果说你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很久的话，那就更不要那么去做。当然，如果说只是图一时之快，你大可以就是根据自己这样的一种怨恨啊，或者是图个痛快呀，去发泄啊。但我的建议是，情绪发泄不一定一定要指向某个具体的事情。当你做情绪发泄，并且你还具体去行动了的时候，很有可能最终失去的就只是你自己而已啊。可能要放下比较或者说是争抢的心吧。可能一时的委屈是委屈没错，但是那一些靠人情或者说靠不公手段的人，一方面这也是事实，就是有可能他背后会有一些他潜在能够带给对方的利益摆在那里，然后呢，别人也能看得见，所以别人愿意为了他去做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因为这毕竟是一件不是很体面的事情，但是因为背后有这个利益的纠葛，所以这是没办法，而你自己没有。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背后的更多的利益的话，你能怎么做呢？我的建议就是好好的修自己，然后不要太过于去进入这样的一种斗争中，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后面的这些东西的话，你争也争不过。虽然听上去确实是很气哈，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一个，就是你非常依赖于通过外界的认可去肯定你自己的价值，比如说通过金钱这样的方式，通过上司的认可，通过升级这样的方式来确认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比别人更强的。但这反面说明了你其实对自己是没有认可的，你没有办法自己给到自己这样确认的价值，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在参与这样的事情中本身就收获到那样的东西，所以你没有定力。当一个人没有定力的时候，只要外界出现损害他利益的这样的情况出现，他就会乱了啊，他就会被这个心魔给扰乱，然后就被他牵着走。可能一时上头，你会想要去改变这个局面呀，或者什么的，但是呢，最终你还是会发现，你拼了命的去获得别人的认可，但是有时候别人的认可可能只是他的一念之间而已，这个东西是很凭感觉的。而如何能够稳定的获得别人的认可，首先你需要展现的是一个你对自己确信，你对自己的某种价值是非常笃定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有了这样的核心之后，别人才能够看见你的特别之处，让别人看到你潜在的长远的价值，这样才有那一个筹码去应对别人用其他的手段来争抢你的地盘。如果说这是感情相关的话，很有可能是一种涉及第三方的
一些事情啊，而且我感觉有点像是被控制、被 PUA、被一个长者，就是在一个不太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啊，然后呢，你就在其中受苦。那这个的话，我不想给太多的建议，我觉得就是你是否爱你自己啊，或者说你是否甘愿忍受这样的一个痛苦，甘愿屈居在别人之下，甘愿去和他人分享感情，自己想清楚。很多时候呢，人会骗自己说我这样是 OK 的啊，比如说有一些什么 open relationship 开放式关系啊什么之类这些的，但是你实实在在的去问自己心里我是否真的能接受，还是说我只是贪恋那一种依赖的感觉、寄托的感觉，贪恋我自己的情欲而委屈我自己，牺牲我自己，去维系这样的关系，这个真的值得吗？你真的要把自己放在别人之下吗？问自己，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可以了。那感情的东西不多说。好，来看第二组的朋友啊。我搞他。我这咋都大牌呢？这像是某一种一见钟情，那种来的非常迅猛的一种感觉啊，吸引力很强的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情节啊，感觉是情节。OK， 然后呢，有非常强的情感的流动。而且呢，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涉及到你自己个人的转化的，我觉得有点类似，像灵魂伴侣那样互相看见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如果说是和事业相关的话，那么就是比较偏向艺术这样的东西的。在金钱方面的话，有可能是涉及到有一些突然的损失啊，流走了啊，有东西有这个资源非常快的这样流走了，大概是这样。来看一下有什么建议呢？踏实。谨慎啊，我想这件事情本身是给了你一些，已经给到你一些教训了啊。你可能是因为一时的鲁莽、一时的不谨慎、一时的冲动，非常的冲动，突如其来的，然后做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分说啊，不同的类型事件，如果说是和感情相关，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你想要什么样的关系，以及你怎么看待关于浪漫爱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从小会接收很多这个关于什么找到对的人呐，只有对的人呐，然后灵魂伴侣啊，什么双生火焰呐，这些。但说实话啊，情这个东西呢，或者说爱欲这个东西，它经常会产生的，而且它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因为彼此相似又相反而产生的一种磁力，不见得说你跟这个人他真的有什么很特别的缘分，
或者说类似于像你们前世你们曾经有过一些纠缠，然后呢到今生来你们要完成这件事情，但是也不一定你们两个会走下去结成很好的伴侣啊。我看到在感情方面这件事儿吧，最多到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一种柏拉图式的相互挂念，但是不会落地的这样的东西啊，就是劝你务实啊，劝你专注于自己的这一片小天地里面，而不要被这样的很突然的事件立即扯远带跑。如果说这个事件它不能为你自己的世界增添一些能量的话，那么它再灿烂，它也只是樱花一样的短暂一现。你可以从中去汲取一些东西，但是不要被它扯走。在金钱方面啊，如果说是有这样突然的损失啊什么的，这里看到你最终有点摆烂啊，或者就是说放下了不管了。那星币八呢，它就是一种重复的劳作嘛。你需要让自己继续你最踏实的那件事情啊，能够为你自己带来稳定收入、稳定价值的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继续坚持，而不要寄希望于一些投机或者说是暴涨的这样的一种资源投入方式。那个东西它很不稳定，风险很高。这里我觉得就是选择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也不太适合一下去投入很高的这样风险的事情，需要更谨慎一点。然后事业方面呢，艺术类的、灵感类的，突然来的这个东西，不要过于的去依赖它，并且一定要记住，不管你想到的点子有多么的好，多么的新，一定会有相似的人跟你想的相似的点子。那区别在于哪里呢？区别就在于你是否能够把你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落到实处，成为你自己的现实。而这个东西它是需要自律、耐心、时间的积累以及练习的。那么第二组大概就是这样。欢迎第三组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你近期的你的心魔，还有你的建议是什么？太阳，痊愈吗？刚刚好吗？刚刚从生病里面好吗？我觉得首先你应该就是你刚从某一个大的事件里面出来，有一件事情刚结束，刚有定论啊，这应该是你一个近期的状态。然后呢，它到了一个你怎么去评价它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说你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你怎么去衡量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好坏。如果说是事业的话，刚刚结束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这个不太像是有和感情相关的东西，要不然就是刚分手，反正就是刚结束什么啊，解脱了，这样子的。但是解脱它不代表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啊，就是你还是需要给它有一个定位的。
就是他要在你心里面，就像写一篇报告一样，给自己一个交代，你认为他是如何的，心里这杆秤要去量一量。最后你不会感情用事，最后你会以一个很理性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我这里倒是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太理性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是没吧？我感觉到了像一种回避的东西啊，回避，就是在这个事件中，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应对，就是这一种情感部分的东西，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情绪这个东西，所以你索性就把它结束了，就是远离它。但实际上，圣杯八它表现的是你想要走出去，但是实际上你还没有走出去。你想要以一种非常，不能说是功利，但是是一种非常公平的方式来衡量这个事件。但是有时候感情它是很难公平的，因为感情、感性这个事物、这个特质、属性本身就是难以量化的。如果说你非要将它量化的话，你其实就在异化它，你在物化它。而每个人其实内心深处都是自发的拥有去应对或者处理情绪的能力的，但可能因为之前的一些压抑啊，或者说是受过伤呀，你把这个东西藏在了心底，然后呢，遇到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或者你很害怕面对时产生的那一种混乱、未知和失控。对，我这里面好像看到了一定的这种对自我的这样的一种强控制。就感情本身是流动的，如果你让它不流动啊，就像死水一潭啊，就是那个湖没有波澜，但是底下它其实非常的汹涌，有很多的漩涡。然后到某一天，它会重新再来，它会重新激起浪花，它会在心里搅得你天翻地覆啊！如果说你不去疏通，你不去面对它的话，当然你可以选择在当下先暂时不去面对它。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真的解脱，真的通畅，然后真的去理性客观的看待任何事情的话，那么你首先你需要熟悉感情或者情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而熟悉它的唯一方法，并不是说看书啊什么的，看书当然也有用，心理学的那一些当然也有用，但是呢，你必须要通过自己体验这个情绪的具体在你身上如何呈现，要把它释放出来去做实验，去知道它的各种形状，它的各种反应，你才有可能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去应对它。这个就是我对第三组的一个建议啊，这组心魔就有点像是情绪的心魔啊，压抑或者说回避的这样的一种心魔，但根底它是一种对未知的害怕，对失控的恐惧。OK， 欢迎第四组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你近期的事件是什么，以及它表现你如什么样的一种心魔。表面平静，内心非常波动。
很强的死神的味道啊，水土又是死神，这可能和学习有关。如果说你是一个还在学习中的人，那可能和跟老师的关系有关，没有得到老师的认可，成绩不是很顺利啊，考试不是很顺利，总感觉自己要失败啊，要翘了，要挂了。但是呢，这里看他其实也不会挂。如果说是在感情关系中的朋友呢，这个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一段你感觉已经没有希望的感情，但是这件事情它会峰回路转啊，就是会有一种重组、重新建立秩序啊，如今是处在混乱当头啊，感觉很糟糕。但是在这个感觉很糟糕的情况下，刚好也是一个突破的契机。那到后面你就可以重新去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秩序。感情关系中的人，可能你要注意的是3方啊，以及就是说不平等的被别人控制，或者说你在控制别人啊，或者说是有好几个人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建议是什么。这里建议的话，如果说是有合作相关的，或者说就是说捆绑的2个人的、多人的这样的关系的话，那么就各走各的，就是说可能你们有类似的方向，但是你们去实践的那一个做法非常不一样，而且也很难达成一致，之间有一些比较大的鸿沟啊。就是用一个词的话是和而不同，求异啊，存同啊，求同存异，求异存同。在认可这个同的基础上，你得去承认这种差异啊，不要忽视这个差异啊，这个差异对你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要找到自己心里的那个方向，而且你也很难去遵从别人的方向去走。你能做的比较好的是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呢，和别人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契合之处，然后再进行合作。对，这个不管是什么事业啊，感情啊，还是学习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你现在可能会因为这些差异而感到非常的混乱、很痛苦，但是有差异不代表就要分开，或者说即便是分开，从灵性的角度上讲，你们也在往一个方向前进，只是说殊途啊，但会同归。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给对方、给别人建议的这样的人的话，那么就需要多相信你自己，并且你要建立自己的秩序、自己的规则、自己的权威，你要有信服力。对，这一组的心魔，我感觉就是对于那个差异的包容性啊。
看到不同的时候，你是恐慌，还是说承认这世界本身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你怎么在这个不一样的情况下去找到能够联合、能够依然产生联系的这样的一个点？